老李是个孤独的空巢老人，女儿李阳朵常年北漂，逢年过节才能回来一次。儿子李二毛早年间离家出走后就再没回去过。老李上了年纪后，脑子也时而清醒时而糊涂。菜市场的几个小贩把他当成了冤大头，每看到老李就像看到了财神爷，把自己的菜高价卖给老李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北漂的李阳朵也麻烦缠身，和朋友合伙开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100万打了水漂。朋友不仅提出散伙，还要把之前投进去的钱拿回去。李阳朵一个头两个大，他顾不上和朋友理论，当务之急是为公司的明天找好出路。在机场接到女儿朱莉后，李阳朵开始安排晚上和老总们的饭局，朱莉则在一旁叽叽喳喳地和同学打电话。与此同时，老李揣着手在火车站等着接女儿。以前的学生沈强看到他后走了过来，问老李大冷天的站在这里干嘛？老李说等着接闺女。沈强一脸莫名，这车站早就废弃了。再说李阳朵现在是有钱人，往年回来都坐飞机的，怎么可能遭罪坐绿皮车？老李闻言却有些懵，一时想不起这什么时候通的飞机，驴头不对马嘴唠了几句。沈强察觉到了老李的异常，天寒地冻的，他只得将老李先带进屋，紧接着给李阳朵打去电话，告诉他李老师病了，让他别光顾着赚钱，赶紧回来看看。李阳朵闻言心下一沉，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挤在了一起，他只得取消饭局，开着车改道回家。朱莉不明所以，吵吵嚷嚷要和朋友一起去看演唱会，还威胁李阳朵再不停车自己就跳车，说着还上手抢起了方向盘。看来他确实被宠坏了，老爷的事情不知情耍耍脾气也就罢了，抢方向盘这么危险的举动实在不应该。只听哐当一声，他们不出意外撞上了前车的屁股，对方开口就是1000，还不忘指责母女会不会开车。朱莉气势汹汹上前理论，李阳朵急忙将他拦下，又是道歉又是作揖和前车司机协商赔偿问题，最后花了800才摆平。朱莉则趁机拎着行李跑路，李阳朵气冲冲将人拎了回来。朱莉大喊大叫要走，直到李阳朵告诉他老爷病了才消停下来。此时沈强开车送老李回家，老李一直在纠结自己没犯事为什么要被警察带走。沈强为了安抚他，便念起了自己写的诗，请老李指点1、2。沈强是个没什么艺术细胞但偏爱吟诗作赋的警察，念起自己的诗来兴致盎然。只是这首诗似乎不太风雅，写的是种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他手舞足蹈，一时让人分不清究竟哪个是病人。李阳朵赶回老家石门，老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，为了方便照顾，他提出将老李带到北京和自己一起住，老李却不愿意去那打麻将都1缺3的地儿。李阳朵看着老李忘东忘西又死倔的样子，心疼的眼泪直往下掉，但无论他说什么，老李都坚持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，死也要死在这个屋。李阳朵又气又急，左右又拿这个老顽固没办法，便抹了抹眼泪起身出门冷静。老李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，絮絮叨叨说要去准备年夜饭，还在屋里看了一圈找和平，紧接着又想起和平下班要到6、7点钟，可见他的记忆常常会回到过去。朱莉回家第一时间没想着看看老爷，反倒是忙着找地方上网，为此还和小卖部老板小天起了争执。看来李阳朵忙着赚钱，确实疏于了对女儿的管教。老李虽然记性不好，但做饭的手艺还是一绝，也清楚地记得李阳朵12岁那年给自己炒菜烫伤了手。如今李阳朵再次主动请缨下厨，已经为人母的她自然不像小时候一样毛手毛脚。老李尝了尝说比自己还差点，李阳朵趁机说如果自己在北京能经常吃到她做的饭就太幸福了。老李不上套，表示想吃就多回来2趟。李阳朵又提出用这门手艺到北京开个私房菜馆，接着开始设想如何开创新模式，如何营销品牌，如何融资上市做大做强。老李觉得他在讲故事，听着就跟天方夜谭似的。李阳朵为了证明自己设想的可行性，马上拿出手机要打给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导演，结果自然被老李识破。自己闺女混到什么程度他最清楚不过。说话间，朱莉叽叽喳喳地跑进来，李阳朵训斥他一点都不懂事，老爷都病了还只想着自己的病了。朱莉反驳说自己又不是医生能怎么办。母女俩争执间，一个浑身暴发户气质的男人走了进来，他是老李的学生大海。大海阵仗很大，身后跟着3个保镖，手里抱着一堆年货。想当年他在班里学习最差，老被罚站，如今已经成了房地产大亨。朱莉又疯疯癫癫跑了进来，大海叫住他，表示自己随身带着 WiFi， 还问朱莉从美国回来缺不缺什么东西。朱莉直言缺钱，大海马上拿出2万块钱塞到他手里。朱莉一点不推辞，拿过就往兜里揣。李阳朵急忙制止，朱莉不解地大声说他没钱给自己交学费，有人给为什么不能拿？这孩子缺少一顿爱的教育。更过分的还在后头，大海和市老班出面调停，还说以后朱莉的事自己全包了。朱莉开心的要认大海做干爹，还照着他的脸亲了一口。这闺女谁摊上谁倒霉。李阳朵气得七窍生烟，斥责朱莉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。朱莉不以为意，还做对似的叫了好几声干爹，在线上相吻一枚。老李也勃然变色，骂大海有2个钱就开始嘚瑟。李阳朵急忙坐在一旁安抚，朱莉却没事人一样忙着和自己朋友开视频，还吐槽这要什么没什么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李阳朵这孩子生的真不如生个叉烧。不多时，老李的学生小米也来了。老李前1秒认出了他，后1秒就将满屋人都忘了，以为是李阳朵带来的客人，招呼大家赶紧坐下。他这就去准备饭菜。李阳朵几人也终于能坐下说说掏心窝子的话。
大海叹了口气，他这些年活的只剩下钱了，养个儿子像仇人，跟自己不亲跟电脑亲，身边朋友挺多，但都是冲着他口袋里的钱，还是当年的同学情真一点。小米也在一旁帮腔，说大海虽然有钱了，但眼睛没往上看，还惦记着他们这些老同学，自己一没文凭，二没有一技之长，全靠大海帮着才谋了份差事。老李在厨房忙着包饺子，李阳朵的前夫和平拎着大包小包站在了门口，他走路还跟以前一样不出声。和平和李阳朵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两人虽然离婚了，但老李对他来说还是亲人。和平在找的要求就是必须能够接受老李的，老李这才知道两人已经离婚，在他眼里和平跟亲儿子也没两样。早些年就是他极力撮合两人，得知这个消息，他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闺女在外头找了别人，还强烈要求两人复婚。李阳朵也是一点就炸的急脾气，他大声控诉着老李企图掌控自己人生这件事，吵着吵着又说到带老李到北京这件事。老李还是那句话，死都要死在这里。接着气冲冲地回到了厨房，和平劝了李阳朵几句也起身离开，还答应朱莉会按时把钱打到他卡上。李阳朵也有些后悔刚才的行为，他给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导演打去电话，希望他能帮自己一个忙，和老李打个视频电话，一方面证明自己没有说谎，一方面劝他跟自己一起搬到北京。老李这下终于相信李阳朵这些年在北京没白混，只是对于搬到北京这件事仍然不松口。这时朱莉急匆匆跑了出去，要去接一个从美国来的朋友。李阳朵再三确认是不是男朋友，朱莉都表示没有这回事。天色暗下来后，朱莉带着朋友亚伦回到家，老李的饭菜也端上了桌。朱莉拍了拍电视，发现没动静，老李叫他喊小天来修一修。小天抱着电视出了门，一个总是戴着口罩的年轻人拿了台新电视交给他，将那台大哥大电视放上了自己的小车。小天将新电视搬进屋，老李问他这电视哪来的，小天支支吾吾说先吃饭。大家正准备动筷子时，朱莉却捂着嘴跑向卫生间。李阳朵好奇地看向问亚伦，问他朱莉怎么了。亚伦直截了当说朱莉怀孕了，一桌子人的眼珠子差点掉到碗里。亚伦又急忙解释孩子跟自己没关系，他只是朱莉的追求者。老李和李阳朵震惊的说不出话，直到朱莉从卫生间出来，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被人知道这件事。老李沉默地吃着菜，李阳朵气得恨不得将这闺女塞回自己肚子里，咬着后槽牙指责他不嫌丢人，吃了这顿饭就滚出这个家。朱莉闻言摔了筷子和李阳朵对着干，还说要退学把孩子生下来，还倒打一耙埋怨李阳朵把团圆饭搅和了，口无遮拦一点没停的意思。忍无可忍的李阳朵上手打了朱莉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来的实在有点迟，早点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。挨了打的朱莉似乎还觉得自己很委屈，更加激烈的反驳李阳朵。李阳朵无奈的离了桌，老李则闷头喝着酒。这时屋子里突然停电，小天急忙出门叫李师傅来修。李师傅就是那个换电视的年轻人。老李点上一根蜡烛，来到老伴的遗像前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说孩子们回来了，外孙女不仅有了男朋友还有了喜。不多时灯亮了起来，老李一下记不清今夕何年，反应了好久才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他独自坐在桌边，嘴里念叨着要给孩子们打电话，说着拨通了儿子二毛的电话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接通。他对着电话那头大声说让二毛别惦记以前的事了，回来过年。原来当年二毛之所以离家出走，是因为偷了家里的钱。老李没有怨他，偷的不是别人的，是自己老爹的，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。事实上那个总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就是二毛，这些年他自觉无颜面对老李，便一直躲着他，一边看顾着家里。老李给孩子们放下红包，穿着衣服出了门，路过的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，老李也跟着开心。稳定情绪的李阳朵回到客厅，却发现老李不见了，他着急的四处寻找，一直满不在乎的朱莉也跟着出门找人。咱们不懂他是怎么突然转变的，总之到了最后，寻找老李的人越来越多，在众人的努力下，大家终于在火车站找到了老李。二毛也摘下了口罩，满眼泪水的叫了一声爸，父子俩相拥而泣。不得不说，赵本山的人脉确实有点东西，整部片子全是熟面孔，客串的也都是知名演员，唯一的败笔应该就是朱莉这个角色，已经不只是叛逆那么简单了。所以说教育孩子要趁早。